大家好，今天呢，我想讲一下如何把这个内地驾照换成香港驾照，其实是可以换的啊。首先的话，我们打开网站，就是打开香港政府一站通 gov.hk 啊，很好记的一个域名。那么打开之后呢，我们再往下拉啊，往下拉，拉到这里之后呢，这边有个运输及驾驶事务啊。因为香港的话跟内地的话有个份协议啊，就是香港驾照到内地的可以换成内地驾照，内地驾照呢可以到香港之后呢换成香港驾照，可以免试换取啊。那么香港驾照的话，其实它是参加过一个公约啊，那么可以在很多国家可以行驶，那么方便很多。点进来之后，我们在这边选择驾驶执照及考试，好，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好，这边出现了啊。再出现的话是这里啊，申领驾驶执照啊，它这边有显示啊，就是你已可查阅持有海外驾驶执照人士在本港申领临时或正式驾驶执照的详情，然后我们点击一下。好了，我们到达这个页面之后呢，这个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运输署的一个页面。那么怎样申领驾驶执照啊？然后往下拉啊，往下拉的话，我们看到第3条有一个海外驾驶执照持有人在香港驾驶啊，可以申请免试签发正式执照，也可以申领临时驾驶执照。那么点进去，我们可以看到详情。好了，这边的话可以告诉你啊，怎么去申请啊。首先的话，我们今天要做的话，它这边有3种方法啊。那么我们最好的办法的话，就是第一种啊，申请免试签发正式驾驶执照，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有一本证了嘛。我们一条条看啊，申请资格持有附件3所列的任何国家或地方所签发的驾驶执照，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是不是在内啊，就中国内地在不在里面。好，中国啊在里面啊，而且包括大陆、台湾啊，那港澳台都用啊，反正就是在大中华地区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二个要求的话是这个关于执照啊，它是要必须有效或有效期届满不超过3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实话啊，仍然有效，那我们很好理解啊，就是反正在有效期之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有效期届满不超过3年，就等于说呢，你的驾驶执证啊过期了啊，过期不能超过3年之内，那你也是有资格申请免试的。因为如果说你申请这个驾驶照的话，它过期太久的话，他也担心你是不是很生疏了啊。那么3年之内的话是可以的。好，下面是签发国家或地方成功完成有关的驾驶考试后获得啊。有种情况呢，曾经有些人的话跑到济州岛去考驾驶证，然后到中国来再换得这个驾驶证，那可能的话就是不被允许啊。那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的啊，因为在海外考取驾照之后呢，回国的话也是有些时候可以换领的，对吧？那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的话就是你还是中国考的驾驶证啊，那么你可以换领比较方便。申请的车辆类别啊，必须跟你的类别是一样的啊，且符合以下其中一项规定。那么第一个规定的话，其实呢，大部分都满足的，因为本身的话，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中国居住超过6个月的嘛啊，那超过6个月就行了啊，因为他怕有些人他是海外人士。那么第2条的话是，就是你的驾驶执证啊，必须已经拿到这个驾驶证满超过5年啊，就是说你考试刚刚考完了，你没考到。考完之后没到5年的话，那你是不能申请的。你只有在5年之后申请。比如说你今年考试，2023年考试考出来驾驶证了，你想立马去换这个香港驾照，那是不能换的。你要到2028年的那才能换。那第3条的话很简单啊，就是旅行证件啊，这个必须要有。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样申请啊。首先的话，申请的话很简单，就是填个表格，然后呢再把表格交到香港牌照事务处处理。那么先看一下这个表格需要什么东西。好了，这个表格我打开了啊，打开之后呢，它这边有个重要通知啊，放了黄色的，而且这个字写的特别大啊，地址证明要求，说白了，这地址证明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啊。因为的话，其实我们办理香港驾照的话，说实话，其实是需要地址证明文件啊。所以说，很多人的地址证明文件呢搞不定啊。如果说你在香港是有银行卡的，你可以将那个账单改到那个你香港亲戚的地址，那么这样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证明文件。那么它可以接纳的证明文件的话有很多种啊，它这边也有说明。那比如说银行就肯定可以的啊，保险公司啊、证券公司啊、电话网费啊，还有水电账单啊，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本身来说的话，申请香港驾照的话，基本上都是你其实在香港是有居住需求，或者说你在香港有驾驶需求的人，所以说呢，你必须要有香港地址。还有的话，这边有说明啊，更改地址的话必须要更改啊。那么所以说呢，最好呢大家有一个地址啊。那么有些公司的话，它其实也可以帮你做到这个地址啊。那么最好的话是拿银行的账单证明啊。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说，它这个驾驶证的发出来的话，它其实跟香港本地人在香港考试驾驶证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编号有点不一样啊，是以 DI 开头的字母。
那么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你还可以书面申请啊，就证明这个是免试签发机制获得的啊，通过驾驶考试获取的啊。那么有些地方可能就是拿这个香港驾照的，你可能想去换领一个澳洲驾照啊、新西兰驾照，我听说是可以换的啊，但是我不确定这个免试获得的香港驾照能不能换得澳洲驾照啊。他有些时候会考量你这个人当时驾照考试是哪个地方考的。他可能会这样考量，因为之前的话我看过一个新闻，是讲那个很久以前的新闻，就是香港驾照当时是可以换得英国驾照的，当时就有个漏洞啊，所以说呢后面的话英国改了之后，他必须要在这些跟他有条约的国家进行考试，拿到驾驶证的人才可以更换。如果说你说你中国内地考试的，然后香港驾照虽然拿到了，但是你考试不在香港考的，所以说你是无法换你英国驾照的。好，整个表格的话，其实这边我不多解释了，其实都很简单啊，其实就是地址证明啊、申请换领啊，其实就这细节啊，不是很难的问题。那么关于申请费用的话，这边有注明啊，申请费用的话是年龄如果说60岁或者说不满60岁的话，那么就是900港币。那么如果说你超过60岁的话，那这边这费用的话是不一样的，它按照1年计算的啊。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这个驾照的有效期的话，它是这边写出啊是10年有效期，就是60岁以下的话是10年有效的，那还是非常划算啊，大概就是每年的话相当于持有成本的话是90港币持有，对吧？好，我们回到了前面再看啊，这个手续文件及费用啊，那么这个证件啊，都证件，还有驾驶证，驾驶证如果说英文、中文啊书写的话，那你还要官方翻译啊，其实的话不用翻译啊，我们驾驶证上面其实说实话本身就有英文的啊，只是那个英文没有这么明显。那么这条的话其实可以不怎么去看啊，这条的话就需要看啊，这条很重要，地址证明非常重要啊，这个所以说很多人被这个地址证明给难倒了啊。那么还有注册医生签发体格检验证明书啊，这个的话是70岁以上的人才需要的啊，一般人不需要。费用的话说过了，就是900港币嘛啊，可以用10年的驾照。好，这边有个注意事项啊，注意事项说实话很简单啊，就是免试签发机制只适用于啊私家车、轻型货车、电单车及机动3轮车啊。那么就是说CED 的话，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就 CED 啊，就是可以开私家车也可以开机动3轮车，那我是就是可以直接签发的啊。那么如果大客车的 A1 照的话那是不可以的啊，那个轻型货车的话可能还可以啊，可能是要 B2 照吧，对吧？那么下面这个自暂准驾驶执照啊，这个跟一般中国的话内地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种的话是机制的话是加拿大可能会有啊，这种就是说可能先发给你个证啊，然后让你过了实习期之后再给你个正式的驾驶证啊。那么比如说像我们是中国内地的话是符合啊申请免试签发的要求的申请人，本身的话我们拿到驾照就是这种 C 开头的啊 C1 开头的比较多 C1 C2 的，那么直接会获得香港正式驾驶执照。还有就是很重要一点的话，通过这个免试签发机制获得驾驶执照，那么档案号的话会以 DI 为字母开头。好，下面这句话的话，其实刚才我们看过了，就是如果说你还需要一些证明的话，那么他需要发出信件啊，来证实你这个是由免试签发机制获得通过驾驶考试获取的。好，关于这个驾驶证换领的过程其实很简单啊，大家如果说可以在香港有亲戚的话，你可以弄个地址证明，然后自己去申请啊，非常简单。